来吧，新玩具 CE 的声波，之前我们玩了一下，它是修改自之前玩具实验室的那一款，改动了一些地方，改的还挺不错的。但是之前的版本吧，也有一些遗留的问题，现在再版来了，也是一次修复的版本。里面的配件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双枪标配。机器狗和激光鸟也是上了涂装的版本，跟之前的差不多啊，但是我感觉在水口方面有做一些精细的修正。之前吧，在尤其激光鸟上面会明显的看到一些水口，这一回切的倒是挺干净的。涂装方面吧，细节点缀还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这一套里边并不会带第一版里的那个透明的激光鸟和机器狗。在修改的版本之后呢，首先前边的这一块机盖部分啊，其实这一次感觉精度方面有了一些调整，摸上去变形到位的话会很平整。前面的出版可能变完了以后会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感觉啊，错落的那种高低感，可能也是因为模具的精度修正问题吧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原先欧翼门开口的这个地方，这里会有2个缺口，它是在穿轴的时候为了方便那铆钉进去啊，而且不容易胀裂了。这回把那2个缺口给你填起来了，所以这一块的车顶盖欧翼门展开的这个轴会显得更加的平。后边的这个车窗位置啊，原先这2块是黑色的涂装面，新的版本换成了透明的玻璃。此外，这辆车型整体拿起来的手感也是比出版要重了一些啊，因为身上加入了很多的合金零件，360度旋转看一下，在车型状态下表现的还不错啊，密合的缝隙了什么的也都还可以。变形起来的话呢，其实明显的感觉到模具修完了以后，尤其加了金属的零件，在变形关节上边会显得有一些紧。把车门展开也是不在话下的，这个也是在 CE 版本里边修正过来的。玩具实验室的原版，这里是2个球形关节，特别容易脱落啊，再加上前方左右这2个零件也是球形关节 ，CE 版本把这里都变成了穿轴的铆钉，就很结实了。那不废话，我们也是直接来开始变形吧。首先把前后的2半分离，从这个位置错开缝隙，把这里拔开。好，避让一下车门，打开，拉出来里边的这个连杆，腾开空间，我们就可以把车顶向后往起折一段。哎，屁股后边这半拉，特别小的1/3处啊，就是它的2条腿了。整体左右打开扣子。注意看这一块后玻璃的边缘，这里的卡边位置啊，把它折开，然后在车尾灯的部分撬一下，里边是有一个插桩的，把这里打松，顺着下方直接翻出来后轮，中间这里也是有一个卡扣固定的，在这个位置。原先吧，这个轴的关节是一个尼龙的材质，这回换成了合金的零件，所以的这个豆点啊更结实了。翻开之后，我们把腿部内侧这里的这片假的车灯折出去，哎，接着顺着这个关节往下拖，整体的旋转放下来。这一侧打开造型的零件，把这一块后车窗的边缘折进去。脚丫子的变形，把这一块先立起来，中间这个地方的轴也换成了合金的零件。这个就更安心了，原先是一个尼龙的材质，后边这半个刹车灯我们往起折一下，然后整个立一个90度，再把这里的连杆放到后面。中间的这个连杆就是尼龙的材质了，因为这里并不起到一个承重的作用啊。好，这个时候腿部完全炸开的状态，我们往下折叠90度，整个的往回包，嵌合。此外，脚底边缘这一块零件也是合金的。那现在看起来嘛，增加了这一块的合金，这一块的合金，这一块的合金，让脚底的配重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，并且明显感觉到在这些圈的内部啊，有一些阻尼的垫片，就不会让合金的零件和塑料的零件直接摩擦，也是增加了阻尼感。这个改动很好啊。腿部变形完成，我们就把这个胯部折叠扣住，旋转拉下来。原先的尼龙零件这块扣的是比较松的，而且晃得很严重啊。这回换成了合金零件，扣点很准，而且紧实度很好。双腿全部搞定之后，我们把腰部的这一块往下折一折，左右这2个造型的零件打出来，然后直接往下插，把腰部的这一块固定好。上半个我们翻到底盘来。
这一块的变形稍显复杂，也有一点点的绕，其实结构还是很好理解的。首先，车门侧面的这一条里边有一个倒着插的扣子，把这里卸开小臂和大臂锁定的关节。接着张开这两块和前胸板连接的扣点，打松。翻到前车帘，把这一片整个的抠起来，然后双关节往前错，挪成这个样子。里边的插点拉开，旋转放下来，摆成竖着的样子。注意看侧面这里的大灯位置和后方这里还有一个结合的插扣，往下旋转。侧面打开两个维度的锁定扣子，旋转到下方。然后我们一层一层的来拆，打开这一块连接的卡扣，拉松掉。上方这里的盖板撬松，中间连接的插点打开，也把它拉起来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找一找，把下方这一片勾起来，往前拖，旋转。整理一下胳膊，手腕旋转放出来，下边的这一块面板拧个180度，折叠归位，放下。然后顺着这个大臂的关节啊，把这一片面板旋转到后方去，再把手腕前方的这个关节拧到正确的角度上。此时从里边翻出来肩膀的这个造型零件，外边的这一侧车顶盖呢，双关节往上提，后边的这个双关节再拉上来。注意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各种卡扣的维度咬合。我们把这个桩子先套上，上方这里还有一个结合的槽，让这两个锁住，变成一个方形的肩膀。那这一条胳膊我们就处理好了。两条胳膊全部的解放出来，哎，这个时候把这个 T 字造型的零件打开，顺着前方这里整体的旋转个180度。这个时候要让开后方的位置啊，整个把前边的半个身体大翻转拧过来。好，打开肚子下方，我们把这个板子折叠归锁到这个凹槽里面去。接着前方这里的一个小的三角区折下来，再塞到这里面去。翻过来看，整个胸口的夹角顺着边缘的凹槽定位好，再把肩膀往前折。哎，此时还是不要折到位，稍微露着一点点的边缘。我们需要钻过来这一块面板，把这两个前轮放过去，180度翻折，扣过来。在扣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下方这里有锁边，有锁扣，后边这里还有一个方框的造型零件，是嵌合在这个凹槽里面的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同时的进行。稍微的错一下位置，结合，咬住了之后，再往前归。这个时候就把两个肩膀上的造型零件包在了这块面板上方。所以啊，其实在变形过程中难点就是这两个尖尖的避让。你在拆的过程中也是这个样子，稍微往后撇一撇，先拆开前方的扣子，让开，再拖开后方的这个方块的造型，你才能好拆出来。合的时候也是啊，主要是避让这两个尖儿，所以变形的时候，尤其漆面啊，它是一个全涂装的效果，避让起来还是要小心一些的。不过零件的韧性啊，这个料子的韧性还不错吧？变到这个程度，头部就可以折回来了。那上半身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。翻到后面来看，两个胳膊往前折，腾开更多的空间。顺着根部这里有非常多段的转轴啊，我们边往下折叠，反方向的一个 Z 字，让它贴成这个角度，斜起来一点的造型。反方向双关节往里贴。全部搞定之后，就可以结合上下半身这两个凹槽对应胸口下方这里的两个扣点，折叠一下对过来。中间的凹槽位置刚刚好放这个转轴的空间，其实这个边缘还能起到一点点的锁定作用啊，再挂一下把它咬住，插紧，就很稳定了。最后整理车门，把它对折起来，
再通过根部的这个双关节放下来贴过去，背后压平，露出来这个花纹吧。好歹做了啊，把这涂装露出来，造型好看一些。那么好，还是有一点复杂的过程。CE 的这款再版的修正声波，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把玩下来的感觉呢，是要比上一款稳定了很多啊。毕竟脚踝、膝盖、胯部这些地方，原先在设计的过程中，这个是设计根源的问题啊。这些地方没有齿轮关节进行定位，在实验室原版和 CE 出版的时候，还是沿用了原设计的那种尼龙关节。尼龙这个材质啊，最大的优势就是韧性好，你掰不裂、掰不断，但换来的是刚性没有那么的强，硬度太差了，所以掰起来柔弱的啊，那种感觉就像面条一样。但这个东西呢，毕竟是支撑在下半盘的主要关节部位，换成尼龙就有一些不靠谱了。关键是这个设计的根源导致了这2块面板也太细了，作为支撑力，这个起不到强度的效果啊，无济于事。而这一回呢，新版的这个修正以后，主要的这些地方换了大量的合金零件。站起来会非常的稳定，也不会出现那种晃晃悠悠、轻飘飘的感觉。其实这一款原始设计我是赞不绝口的。曾经初代的实验室俩毛病，第一个，尺寸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大，它当时做的是一个配 SS 身高的声波，所以还是有一些尴尬的。到头顶差不多得17公分了，所以你配电影系的 MPM 这个身高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尺寸放大了之后吧，板件厚度增加，零件的尺寸增加，也让这款变形起来，第一个更加得心应手，第二个在玩具零件的强度上面也有所增加。修复版本更加是在这些合金零件的运用上边，还增加了那些阻尼的垫片，让关节的支撑稳定性第一个很好，第二个放在那里边，尤其这个质感加了合金以后就是不一样，拿起来沉甸甸了。最关键的改动，直观的来看，主要就是这条腿，看稳定性就很好。所以尤其你看在掰这条腿的时候啊，这个阻尼是非常紧的，膝盖这里是合金对合金，中间加尼龙垫片，就看起来这个轴的力度就很强了。所以一款优秀的设计作品不应该被做工和品控所埋没，再加上原版的时候好像没有上漆啊，应该是灰色的塑料原色，还有不少的水纹，全身上了银漆以后，对于电影里边的角色还原出来的效果也是更加的高级感吧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再版修复的 CE 声波就是这样了。